事实上，从明尼苏达州州长到哈里斯的竞选搭档，沃尔兹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那么，沃尔兹究竟是谁？在最终面试中，沃尔兹到底说了什么，才赢得哈里斯垂青？ We believe in the promise of America, in those values I learned in Nebraska, and we're ready to fight for them. Because as Kamala Harris says, when we fight, we win. 哈里斯在宣布副手人选后，立刻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1分30秒左右的短视频，介绍沃尔兹的生平。视频重点突出了他出生于中西部农村、橄榄球教练、退伍军人等重要标签。 美联社指很难找到比沃尔兹更能生动地代表美国腹地的人。沃尔兹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这里地处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内布拉斯加州向北与南达科他州相连，向东与埃奥瓦州相邻。农业是该州的重要产业。沃尔兹在从政前曾在该州担任教师，并遇到妻子格温。 沃尔兹还曾在国民警卫队服役长达24年，这让他在2007年加入众议院时成为美国国会中军衔最高的人。而在众议院工作的这些年，沃尔兹积极处理退伍军人事务，并积累了丰富经验，还推动退伍军人参与农业。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沃尔兹的这一背景可以有效地帮助哈里斯阵营团队退伍老兵以及农民群体。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沃尔兹曾在广东佛山任教，成为关注焦点。有消息称，他还会说一些普通话。2000年代初期，沃尔兹与妻子经营了一家教育公司，主要业务是帮助美国的高中生暑期来中国参访。根据美国众议院2007年公布的财务报表，沃尔兹还曾在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员，但自2018年返回明尼苏达州担任州长之后，沃尔兹就很少就地缘政治问题发表评论。担任州长让沃尔兹名气大涨。2018年，沃尔兹以领先2位数的巨大优势获得州长之位，并在2022年以52%的选票赢得连任。在任期间，沃尔兹推动了多项进步法案，涉及性别议题、堕胎权等敏感议题，让这位60后获得 Z 世代盟友的赞誉。He helped get through a program to provide universal school meals for children. He was supportive of codifying abortion rights. He was viewed as somebody who was very progressive on climate change, the environment, and also in 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明尼苏达州是美国农业大州，属中西部地区，其中包括一个被称为玉米带的地区。 拥有超过1.27亿英亩的农业用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等商品。担任州长期间，沃尔兹常常身着 T 恤，头顶鸭舌帽出现在农场，和农民打成一片，与西装革履、颇具精英感的政客形象形成鲜明对比。Hey, Minnesota Governor Walz here at the Great Minnesota Get Together. 在这一点上，他和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略有些撞型的意味，后者也自诩代表中西部农民群体的利益。 两人连最爱喝的饮料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健怡激浪，有乡下人的饮料之称，是穷苦白人阶层的文化符号。在美国也有激浪带的说法，指的是阿拉巴马州、西弗吉尼亚州等美国白人贫困地区。而西弗吉尼亚州是铁锈带的腹地之一，也曾是特朗普选票的优势州。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兹对待枪支的态度曾发生过惊人的180度大转变，这也成为部分人士攻击他的焦点。沃尔兹曾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宠儿。2016年，《枪支与弹药》杂志还将沃尔兹列入最受拥枪者欢迎的20位政治家名单。但在2018年首次竞选州长期间，沃尔兹开始支持严格的枪支管控。如今，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仍然记仇，在得知沃尔兹成为哈里斯副手后，该协会发声明指责沃尔兹是政治变色龙。但在支持者看来，这一转变可以激起许多美国民众的共鸣。 Hope woke up like many of you did 5 weeks ago and said, Dad, you're the only person I know who's in elected office. You need to stop what's happening with this. So yeah, Walz's position on how we should address gun violence has changed. It was an evolution. And I bet a heck of a lot of Americans went through that same evolution with him. And the willingness to acknowledge and change your view isn't a weakness in a leader, it's a strength.
沃尔兹最近一段时间凭借出色的造梗能力，在一众民主党人中脱颖而出。据悉，沃尔兹指责特朗普和万斯是怪人的采访视频成功俘获了哈里斯团队。这个词很快成为哈里斯和其他民主党人的口中热词。正是因为认定沃尔兹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打手，因此在拜登宣布退选后，哈里斯就给沃尔兹拨去电话。美国政治新闻网称，哈里斯方面早在拜登没退选时，就在运筹帷幄，寻找一名名气小得多的竞选搭档，一起取代拜登。知情人士还说，佩洛西是最看好沃尔兹的人，他曾多次向民主党的同事们夸赞沃尔兹是重要的后起之秀，不要忽视他。哈里斯最后一轮副手面试名单上只有2个人，和沃尔兹对决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但由于夏皮罗的犹太人身份，舆论担心他可能会加剧民主党在加沙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披露，夏皮罗在最后一轮面试中表现得太雄心勃勃了，甚至问出如果他成为副总统可以获得哪些权利，可以参与哪些决策等具体问题。反观沃尔兹，他不仅在面试中明确表态对总统之位毫无兴趣，还表明将全力辅助哈里斯。美媒指这一番低调且忠诚的表态是沃尔兹获得哈里斯青睐的关键。他没有明显的短板，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对民主党不利的一些情况的出现啊，包括阿拉伯裔选票的流失啊，包括这个劳工阶层和工会选票的流失啊，这些。哈里斯来自于加州，她又是一个这个少数族裔的女性总统，那么她就需要一个白人的男性的，而且跟白人蓝领啊，包括工会关系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搭档，来帮她来在这方面加分。沃尔兹在接下来会对哈里斯形成一定的补充的作用。不过，沃尔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哈里斯，则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分析指，副手人选一般只能起到平衡候选人人设的作用，不会成为推动胜选的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如果副手表现欠佳，极容易拖累候选人。 Historically, the VP pick hasn't really had a tremendous effect on the ticket, but ultimately, you kind of want to do no wrong here, right? So anything that Kamala Harris can do to kind of build that kind of appeal there, maybe that ultimately helps, with her polling in some swing states. We'll have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 VP pick here has any effect there. 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选定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作为副手，那您对此怎么看呢？哈里斯和沃尔兹已经正式接受提名了啊！应该指出，这次沃尔兹的出山呢，比万斯搭配特朗普的出山更加引人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他伴随哈里斯有后来居上的这个态势，而且因为他既不同于当年拜登指定哈里斯的那种配合型的选择，也不同于特朗普指定万斯的接班型的选择。沃尔兹呢，具有一种独立的政治品格和经历，而且从政业绩很突出，性格呢圆通，是美国政坛很缺少的，应该值得人们关注，特别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关注的一个政治人物。而且呢，他被选成副总统的候选人呢，又是要配合哈里斯这样一位缺乏行政经验和在白人男性选民支持的美国首次出现的少数族裔的女性总统候选人，所以这就使得这个沃尔兹更具有一种既考虑了美国主流的社会需求，而本人又年富力强，各种条件又都不输或强于万斯，甚至都不输给总统候选人的重要特质。沃尔兹在明尼苏达州连选连任州长，积累了对应新冠疫情、弗洛伊德案件和气候政策、免费提供学生午餐等等各种业绩。就像《华盛顿邮报》评价他说，在进入政坛之前呢，他已经就具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而我则认为呢，沃尔兹在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拥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能胜任美国副总统需要的政治资格和条件。那么具体而言，沃尔兹能给哈里斯带来什么呢？沃尔兹对于哈里斯来说呢，我认为有4大胜选的推动效应。第一呢，就是互补加分效应。哈里斯的有色人种、女性身份都需要选择沃尔兹这样一个老白男啊，这个“老”字不是年龄，是指他呢从政经历的丰富。这无疑对于哈里斯来说都是很好的补充。
第二呢，就是它的地缘拉分性的效应。美国大选呢，从来都是决定于摇摆州的投票取向，而沃尔兹本人呢所在的明尼苏达州虽然不是摇摆州，但是却和摇摆州埃亥俄密歇根比邻。那么沃尔兹的口碑又极好，业绩突出，同时他本人又担当着民主党州长协会的会长，所以他就具有着超出所在明尼苏达州的外溢性的地缘拉票效应。第三呢，就是沃尔兹具有着一种政策舒适性的效应。尽管他的政策特点也是偏左的，但是呢，就像他改善气候环境给孩子们提供免费午餐一样他搞的大多是一些比较务实、比较具有公约数和相对争议性比较少的政策主张。和特朗普、万斯等那种刺激的、犀利的性格不一样沃尔兹呢更加温和、开明、灵活、有弹性。他善于和意见不同的人交往，他常年的担任教师，所以懂得怎么样来和不同性格的孩子们协调打交道。据说沃尔兹在议会和政府从业期间呢，他都和共和党人士相处得不错。比如，他最近就把特朗普和万斯的做法称作为一种比较怪异的政策，而且称他们是怪人。他用这样的一种虽然调侃，但是呢又相对比较温和的批评方式，这就比较符合美国两党政治竞争的本来的特质。这种政策舒适性在今天美国极端对立的政坛当中日渐缺乏，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所以呢，特朗普说沃尔兹是更加危险第四呢，就是沃尔兹还具有着其他候选人都不具备的了解中国的效应，这是他在外交上的优势。他还可以为美国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时候发挥重要的补充效应。